我们要讲讲两种人，商人和僧侣。他们可是在官府的夹缝里头左右逢源的高手。这贸易的故事从来都不只是货物的往来，更是一场人情与规矩的博弈。商人嘛，说到底呢，就是想多赚点，少交点税。港口的监管官员虽然能查进口货，但对于商人们出口了什么，把进口货运去了哪，其实呢是很难全程盯着的。那时候的货船规模不大，运不了太大型的货物，航行成本又高，出一趟海都得提前做不少准备。偶尔运些木材应对特殊工程，或者带几匹马和其他的动物，但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交易的都是些体积小、价值不那么高、能塞进船舱箱子里的货。因为长途运来的货品呢本来就不太多，最后能够分到这些好东西的基本上都是官吏、豪门大户、寺庙，还有那些社会精英，普通的老百姓、农民基本上是摸不到的。正因为京都的朝廷官员和有钱的日本人都盯着中国货，宋代去日本的中国商人经常能够和日本各地的官员处好关系。货物在太宰府交完税之后，他们有的时候呢还能把货拉到别的城市里去卖，需求大，利润厚，这生意呢做得还真是挺舒坦的。但比起商人，另一群人更容易被信任，那就是僧侣。尤其是来到过中国的日本僧人，他们跟中国僧侣之间建立起的那种信任，超越了商业，也超越了官府。在中日朝贡关系中断近6个世纪的时间里，这些僧侣不光承担着宗教和知识传播的使命，还成了缺位官员之外的可信中间人，默默推动着两国的贸易往来。北宋的时候呢，来过中国的日本僧人大约只有20位，但是到了南宋就增长到了上百人。他们通常搭着宋朝的商船过来，除了去山西五台山、浙江天台山这样的佛教圣地朝圣，他们也在中国高僧门下继续钻研着佛法。虽然日本僧人对佛经的理解已经越来越深，但他们仍然非常敬重中国的高僧们，渴望着请佛经艺术品回到日本。有些日本佛教徒呢，甚至还相信中国的僧人掌握了治疗某些疾病的方法，很想学一学。当时的佛教徒往往分属不同的宗派，日本尤其如此。一些留华归国的高僧开创了与中国佛教一脉相承的派别，比如禅宗，8世纪传入日本，特别强调静坐沉思，顿然开悟。他在镰仓时代曾经非常流行，吸引了不少武士，甚至呢有人用它来培训和训练年轻的武士。荣西和尚带回了临济宗，道元和尚传入了曹洞宗，这些都是中日宗教文化交流史上响当当的名字。而跳出宗教圈，这些僧侣还充当着沟通的桥梁，他们既联系着京都的朝廷，又对接着中国的官员，还能跟两边港口的管事儿的和商人说上话。有些僧侣呢，因为长期管理寺院，积累了丰富的谈判和组织经验，再加上日本很多官员本身信佛，沟通起来就变得特别的顺。商人也更加愿意和僧侣合作，不少商人自己也就是佛教徒，出海前都盼望着能有僧侣同行护持着。一些寺院也借着贸易机会积累了不少财富。那时候日本寺庙呢，大多不用交税，有些大的寺院呢，尤其靠近港口的，更加有条件参与到贸易中来，甚至从中获利。比如天龙寺的住持就曾派人到中国做贸易，把赚来的钱用于建寺。这座寺呢，1345年完工，至今呢仍然是京都重要的文化遗产。但是呢，也听说有几位僧侣因为卷入了贸易太深，最后呢没有把持住，变得非常腐败。尽管日本不愿意接受中国朝贡体系中的从属地位，但他们始终尊重中国的佛教和文化。就连朱熹的新儒学后来也在日本不断的发扬光大，成了德川家族江户时代的哲学基础。总而言之呢，宋代中国对外开放贸易，而僧侣这群人呢，就在其中扮演了润滑剂和推动者的角色，让两国关系更加平稳，也让贸易变得更为顺畅。说到这儿呢，咱们中古时期中日贸易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。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，弱小的南宋很快就要面对强大的蒙古铁骑，而在13世纪横扫欧亚、战无不胜的蒙古帝国又是如何对待日本的呢？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？元军东征，神风来袭，这些惊心动魄的情节呢，我们下集接着来聊。